各位，赖清德这次出访被劫，打断了他的美梦。按照他的如意算盘呢，原本计划呢搭专机从台湾岛直飞斯威士兰出席那个酋长的庆典，妄图借着所谓的外交活动给自己的两人贴金，试图呢以此来对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这个带来的积极效应，顺带呢向岛内的台独分子证明台湾有国际空间，圆自己的台独外交的黄粱梦。千算万算，没算到自己的专辑连三国的领空都进不去，一场精心筹备的表演没开场就彻底的凉了这个更可笑的是呢，赖清德办公室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明明行程已经彻底泡汤了，却嘴硬宣称考虑到飞航安全而暂缓。这种自欺欺人的说辞，比窜访失败本身更让人觉得滑稽啊！说白了就是被人狠狠拒之于门外，却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活脱脱一副打肿脸充胖子的丑态。你要知道，这些台独们平时张口闭口的就是全世界都支持台湾，可如今连自己的邦交国都去不了，这不是世界级的笑话吗？赖清德办公室也不得不尴尬的承认，这种糗事在国际间绝无仅有啊！殊不知这不是绝无仅有的意外，而是台独分子咎由自取的必然，是赖清德当局狂妄自大的必然的报应。所以说赖清德的脸是被打肿了呀。21号晚上6点，台湾所谓的这个总统府介绍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时候，这三个人呢是一个人比一个人脸色难看参加会议的3位台独的高层潘孟安、吴钊燮还有吴志忠可以说是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全紫了。那么这次闹剧之后台湾的媒体人也都大加嘲讽。王浅秋也说，这个赖清德老说你背后有人，你背后是老汉推车的那个人吗？我发现浅秋开车开的是猝不及防觉得尴尬好笑的是，最近几天的发言连续的讲说我身后站了很多人那我们开玩笑说不能讲什么身后怪怪的但就是他身后很多人。那我们呢，和平是要靠实力的，不是靠一纸和平协议就可以达到和平的。那请问我们的实力在哪里？我们连要飞航都会窒碍难行，他直航是要怎样从哪里窒碍难行所以应该讲清楚，因为我刚刚已经把这个地理位置给说明清楚了，要么就是经过东南亚、泰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那是不是东南亚这些国家？好，那如果说是的话，其实不管是台商的实力，不管是经贸方面的往来，我们一定有一些作为能够来做嘛。好，那如果说不是东南亚这些国家的话，那中间这个海平面上就没有这个国家领空了嘛？那再来是马达加斯加，那难道马达加斯加吗？那另外一点是我们难道没有办法绕过吗？那还有就是如同刚刚浅秋姐讲的，他其实讲说身后有点类似就是英文的 background bagu， 我 bagu 有多硬好，那你的 bagu 如果说是那么的硬的话，那难道没有任何的沟通的管道，或者说没有任何的一个替代方案或者说协调作业吗？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未来难道我们是那个这个国家就不用去了吗？哪里都不用。所以说我觉得这一件事情不是说一件我们临时取消，而是说你要让我们知道是说这过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还有为什么会有你说真的是中国大陆那他们的一个打压是什么样子的打压，我们就如同浅秋姐讲的嘛，那不要说到最后没有办法成型，或者说中间有什么样变卦，可是很廉价的变成就是推给中国大陆，然后就变成说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后续的成果。从他念声明稿到2个问题的提问复杂斑斑就直接都讲说这个是老共的阴谋。所以以你的
资深记者的一个经验，你也觉得说这前2个问题是？我以前在电视台工作，我很无聊了，我跑新闻的时候也很认真，我都希望我是强盗第一个发文的，是，然后都会一直希望我有问题，可是呢，通会先点主流媒体，这是正常的状态，你不会看到川普白宫记者会去点一个相对不太有机会，或是比较资深的记者，对，就现在好特别，点个泰报，点个放言，那就是自己的媒体自己的角度，我觉得复杂斑斑，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这一趟不能够出去，那我一方面觉得好吧，你要先是不是真的被打压，怎么打压我们现在不清楚，那第二个说你不是讲你好棒棒，你不是讲你好有实力，结果没有办法入境到美国本土，是因为东边西边林佳龙还在讲说，其实他很有信心，我们要进到美国本土是很快就有机会的很快就有机会到美国本土去这个出访过境等等，他很有信心。那这次只是因为时间位置东边西边不顺路而已，结果连个东边西边，连个非洲唯一这个小国家史瓦蒂尼都去不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人口数其实蛮少的然后重点是他也其实也不是民主国家他国王有很多老婆，他儿子还在台湾念书。好，然后呢，邦谊很稳固，可是你连去都去不了，你海上被怎么挡？那你还说你有实力？那不是让大家觉得你讲的吹了满天花乱坠，可是你连走都走不出去，史瓦蒂尼都去不了，那不是很尴尬吗？确实啊。你到底能干什么呢？能去哪里呢？我只会觉得证明了所讲的所谓靠实力是真的没有实力，这样他不是很尴尬？连个史瓦蒂尼我们要带很多伴手礼的耶。只要是人家赖桑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中国的网友很尴尬，你知道吗？为什么呢？赖清德原定窜访斯威士兰突然喊停，污蔑大陆施压非洲3国取消飞航这个许可。对此呢，台湾的民众党4月21号发表声明，妄言对中国表达严正的抗议与谴责，称此打压无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只会加剧台海紧张，把台湾人民往反方向越推越远，并表明台湾当局持续稳健的推动外交，维系友邦关系，我们是支持的。民众党的此番声明充分暴露了其小绿的真实面目吧。非洲3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本是国际大义正当之举，民众党却紧跟着民进党的节拍，对大陆抗议与谴责，与绿营一唱一和，本质上就是一丘之貉吧。好吧，你要是说民众党还有情可原，可是这个国民党是怎么回事呢？大陆的网友很尴尬呀。针对赖清德被迫取消窜访斯威士兰，国民党的李延秀委员表示，大陆此举让人错愕遗憾，让春暖花开的两岸关系蒙上了阴影。就是指郑丽文访问大陆以后，两岸关系迎来了一定的改善呗。不过这个李延秀这是在颠倒黑白呀！如果让赖清德窜访成功，那就是对大陆的一次重大的台独挑衅呐，是吧？那如果是赖清德无法窜访，是避免了两岸关系陷入紧张，不是好事吗？李延秀为赖清德抱不平，指责大陆破坏两岸关系呀！这是怎么回事呢？你要说某一个蓝皮绿骨的国民党的人说，那还罢了。可是呢，4月21号晚上，国民党文传会的主委尹乃菁，他刚刚随着郑丽文去政协会回来，他声称对此我们深表遗憾，国民党呼吁中国大陆保持克制，减少打压，给予中华民国一定的外交空间。郑丽文在大陆的时候多次表示承认9·2共识，反对台独，而9·2共识的核心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尹乃菁既然称中国大陆，为什么不将台湾称为中国台湾呢？一个中国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
国民党不应该信守承诺，脚踏实地的反对台独吗？这个国民党这个表态是怎么回事呢？我亲爱的朋友们，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